人间的路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步步皆是故事。香菱用故事和您一起开心看世界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不需解释，无需辩驳。不喜欢他人怀疑自己，就不去评论他人。怀疑是之两刃剑，伤人亦伤己。今天要分享的是学会承担。有一位心地非常谦虚的主管跑来向我递辞呈，我大吃一惊，因为他是一位完全以部属为重的人。以每年公司的分红为例，他总是将自己的一份转给部属，失去他将会是公司的大损失。每年的考绩都显示他很受部属的支持。我询问原因，绕了个大圈子后，他很委婉地说出离职原因。原因是他有一位能力很强的副手，但因为他曾对这位副手的某些企划案提出一些不同意见，可是副手却不见得完全认同他的看法，以至于他观察到副手有些闷闷不乐的行为。显然，这位主管想离开，是因为将心比心，他不忍心看到副手有志难伸，所以他想空出位置来，让副手有自己挥洒的空间，避免自己成为别人的障碍。了解后，我找来那位副手，并告知他的主管要离开的事，并询问他是否知道主管离开的理由。他说他不清楚。为了避免给副手太直接的冲击，我先跟他分享了一个故事。有一间庙宇被盖在一座大湖中央，大湖一望无际，庙中供奉着传说中菩萨戴过的佛珠链子。庙里只有一艘小舟，供和尚出外补给用，外人无路接近。把佛珠链子放在湖中庙，更显现佛珠链子的珍贵与安全。庙里住着一位老师傅，带着另外几位年纪较轻的和尚修行。和尚们都期望能在这个山清水秀的林境中，加上菩萨链子的庇佑下，早日修道完成。这几位和尚潜心修炼，直到有一天，老师傅召集他们说，菩萨链子不见了。和尚们都不敢置信，因为庙中唯一的门24小时都会由这几位和尚轮流看守，外人根本进不来。佛珠链子不可能不见。和尚们开始议论纷纷，因为他们都从和尚变成了嫌疑犯。老师傅安慰这群和尚说，他并不在意这件事情，只要拿的人能够承认犯错，然后好好珍惜这串佛珠链子，老师傅愿意将链子送给喜欢的人。所以老师傅给他们7天静思。第一天没有人承认，第二天也没有。但是原来互敬共处的和尚们，因为多了猜疑，彼此间已不再交谈。令人窒息的气氛一直持续到第7天，还是没有人站出来。老师傅见没有人承认，便说，很高兴各位都认为自己是清白的，表示你们的定力已够，佛珠链子不曾诱惑得了你们。明天早上你们可以离开这里了，修行可以告一段落了。隔天早上，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，和尚们一大早就背着行囊，准备搭舟离开。这时，只剩一位双眼失明的瞎和尚，依然在菩萨面前念经。众和尚心中松了一口气，
因为终于有人承认拿了链子让冤情大白。老师傅一一向无辜的和尚道别后，转身询问瞎和尚说：你为什么不离开？链子是你拿的吗？瞎和尚回答：佛珠掉了，佛心还在，我为修养佛心而来。师父问：既然你没拿，为何留下来承担所有的怀疑，让别人误会是你拿的呢？瞎和尚回答说：过去7天中，怀疑很伤人，自己的心还有别人的心，需要有人先承担，才能化解怀疑。这时候，老师傅从袈裟中拿出传说中的佛珠链子，戴在瞎和尚的脖子上，说：链子还在，只有你学会了承担。说到这边，我把主管离职原因告诉了他，并提醒他：你还没学会承担，因为别人心中有你，而你心中只有自己。星云法师曾说，人生如同一门一门的课程，我们在课程中学习认错，学习吃亏，学习承担，学习慈悲待人，在一次一次的学习中，为人带来吉祥，从而更加圆满自己。好朋友，当我们学会了承担，就学会了与自己和解，也学会了在前行的路上，以更加豁达的心胸去面对一切坎坷不顺。也就是当自己心量宽大了，不刻意铭记着自己的付出，只要默默的奉献和给予，反而帮了自己。想想在日常生活中，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我们共勉之。今天就分享到这，期待下次再见。如果你也喜欢香菱今天分享的故事，按赞是一种鼓励，订阅是一种喜悦，分享是一种快乐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分享给对相关主题感兴趣的亲朋好友。谢谢您，有您真好，什么按自 C。